平行在相同的时空里，怎么努力也抓不到你。等我们故事再继续。听雪融化，可是心在烧。你的声音我听不到。握紧的手松开，只觉得痛，逃不出爱的牢笼。注定只默默看你走入你的背影，逃不出空气里你的占领。平行在相同的时空里，怎么努力也抓不到你。等不唤醒意，等我们的故事再继续。愿瑞王能有自己的家，这世间会有更好的女人，好好的爱他。唯有如此，风清才不会因无双而身处危险之中。娘，是你生孩儿的气，要拿回他吗？待我办完放不下的事，我会跟你离开的。凤清，本宫自幼便与皇上相识，入宫之时，也与他们一般年纪。算来，人真是奈何不了光阴。皇后娘娘把紫眼教导得如此乖巧可爱，可见娘娘虽奈何不了光阴，却也不负光阴。母后，外面好热呀，你为什么不叫那些漂亮的姐姐进帐篷来呢？若是让他们进来，如何让瑞王看到他们花容月貌的样子呢？你母后正在给瑞王选妃呢。杜太医，
你为什么不与那些姐姐一起玩呢？启禀殿下，微臣是担心今日有人受伤。好端端的，怎么会受伤？若是未被瑞王看上，有人心里必然会受伤了。福相，不好了，外面有人受伤了！你说是吧？三哥，你还记得吗？凤青小时候是你教我骑马，我的第一匹马是三哥为我选的。你自小呢便高人一等，而如今长大了，更是高大俊朗。如今你已经具备了保护自己的能力了。三哥，你真的想我娶妻吗？三哥也希望能够对你泉下的母亲有个交代。难道你不想成婚生子吗？好，既然是三哥要我做的事，我定做得到。等等，怎么样啊？小心了。参见。瑞王，皇嫂，凤青已找到意中人了，请皇嫂成全。你可知本王为何选你做瑞王妃吗？只因你话少，还有最重要的一点，本王见过的女人中，你最不爱哭。我哭是因为舍不得我爹，与你无关。我嫁给你，也只是为了保太医术的安全。真巧，本王娶你，也是为了要保皇兄皇嫂安心。你不要自命不凡，我是不会喜欢上你的。很好，本王就是看上你这一点。哼，人生苦短，既然你这么不愿意嫁给本王，瑞王府的门是敞开的，想走，绝无人会拦你。嬷嬷，你怎么在此？洞房花烛之夜，嬷嬷在逮捕一个出走的新郎官儿。嬷嬷，
我告诉你，那女人呢，嫌我多喝了2杯，一身酒气，恐发酒疯，便把我赶出来了。哼，还要骗嬷嬷？杜若知书达理，岂会无理取闹？德顺都看出来了，瑞王大婚，心思不在房中的瑞王妃。嬷嬷，你一走了之，考虑过杜姑娘的感受吗？我才顾不上她呢。方才在婚宴上，见你笑得如此痛快，还以为你都放下了。我完婚后，自然就把她放下了。放不下又如何呢？嬷嬷无数次告知你，天下的女人，除了皇上的女人，瑞王都可以爱。既然你选择了杜若姑娘，便安下心，不要再徒增另外一个人心伤了。嬷嬷，我成婚，是因为我想留下来保护她。我想远远地看着她，看着她好好的活下去。也许有一日，待我找到至尊宝藏之后，穿着我娘为我做的最后一件衣裳，与皇兄一起统一南北，我就能回家了吧？也永远的放下了。夏兰自从进宫以来，还从未见过这样热闹的场面呢，比皇上迎娶德妃娘娘的时候还要热闹。看来皇上啊，真的是最疼瑞王。瑞王今日笑得好开心啊。是吗？他终于成婚，哪怕只有一点点。是我有别于其他女人吗？伤了瑞王的自尊。瑞王得天下女人的芳心，无双又凭什么？我曾经救起一个人，从江中救起他的那一刻起，我看见他颈上的宝石，便觉得我们之间有某种缘分，很奇妙的缘分。他在船上，为了复仇不惜一切，我便告诉我自己，我要帮助他重生。太后接二连三的想要伤害他，当时我装作无所谓，我却偷偷的守护着他。他想要离开，他在离开途中遇到了埋伏，最终得救留在蓝宫。我心中甚是欣喜，只要他留下来，
我便觉着很安心。我放了一把火，烧了前往九辽的礼车。那时我才发现，原来舍不得他的人不止我一个。所以我才要在来得及之前，带着他离开。其实那个女人从来没有爱过我。不可以。这个宝石的主人曾告诉我，一旦动情，伤人伤己。姐姐，夏兰不是故意的，只是整个后宫都在盯着姐姐的反应，夏兰也被迫强装。无事。瑞王成婚，便不会再有人说三道四。我只期望能远远地看着他幸福，看着我大哥能跟皇上灭离暴政，统一南北。那时，我便可以安心地离去，永远地放下他。瑞王，前面马上到了。再然后，你可以对本王不理不睬，但在人前，你需如影随形，牵手只是预热而已。皇后娘娘，请用茶。谢皇后娘娘。瑞王如今既已大婚，但愿成家后能有所改变，在胡作妄为之前也能有所顾忌。谢太后教诲，本王定会谨言慎行，好好活下去。有瑞王妃的贤淑，瑞王往后行事定会稳重的。瑞王妃，你还未向德妃、淑妃几位娘娘敬茶呢。德妃娘娘，请用茶。本宫自怀有皇嗣深居简出，今日啊是特意为了恭喜瑞王和瑞王妃的。本宫跟瑞王妃缘分匪浅，这翡翠镯子是本宫出嫁时的嫁妆，如今赐予瑞王妃。今后若在这宫中遇到什么不快，我关雎宫的大门随时为瑞王妃敞开。谢德妃娘娘。淑妃娘娘，请用茶。我们的瑞王终于大婚了，昨夜不知多少女子哭断肝肠了。恭喜瑞王和瑞王妃。谢淑妃娘娘。别让聂昭仪久等了，瑞王和瑞王妃还是快去向聂昭仪奉茶吧。
聂昭仪，请用茶。恭喜瑞王，恭喜瑞王妃。无双也未来得及准备什么礼物，就送你们4个字吧：永结同心。谢聂昭仪。云妃娘娘，请用茶。小的参见太后、皇后娘娘及各位娘娘。林公公，你匆匆忙忙是出了什么事吗？回太后，江南突发水灾，皇上正在大殿和群臣们商讨开仓赈灾之事，叫小的来请瑞王速去。等会儿让德顺送你回去。嗯。南方的雨水就是比北方多，就好似一个流不尽眼泪的女子一般。有话就直说吧。你昨夜的心情，我比任何人都了解。当年你嫁给顾青红的那晚，我比任何人都痛苦。你的洞房是怎样的？你穿上嫁衣的样子又是怎样？顾青红，他是否会因为你的美貌而背弃我？哼！不过结果真的很好，他当真在大婚之日，还未与你洞房花烛之前，就先抄了你们妙家9族。谢谢你这么放不下我。本宫是在同情你。一个永远都得不到爱的女人。本宫嫁入兰国，贵为德妃。新婚那夜，当萧凤鸣拥着我时，你可曾安眠？当昨夜瑞王拥着杜若时，你可曾安眠？芊芊，我真是很替你难过。你虽改了名字，叫聂无双。但终究改变不了你爱而不得的命运。高烟，你听着，我跟他们3人之间的恩怨情仇，无需你来妄言。我可以毫无疑义地告诉你，他们3人心中未必有你，却定有我。你胡说！你此刻站在兰国的宫中，也好意思挺着腰杆说话，可真是厚颜无耻。是谁因私仇，便将瘟疫散播在离国南下的难民身上，以带入兰国？上天若非捉弄你，在东林寺给我解瘟疫药方的人，亦不会是顾青红。你的所作所为，让他恐惧。而若非这药方，我在兰国后宫的位置也无法稳固。如此说来，我还真是该好好谢谢你。聂无双，你打击不到本宫。我如今怀的是皇嗣，你这是在妒忌本宫。我从未拿自己与你比较，何来妒忌？我晓得你恨我，若是爱上兰王，可让你忘却仇恨。我真期望你能够再爱，可看你今日这般模样，便知你依然活在仇恨中，并不快乐。或许，除了顾青红，你已无法爱上他人，亦或你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爱。我并非你。
以人尽可夫。况且你又怎知，我就不比你快活？啊！当萧凤鸣在关雎宫拥着我绵绵情话之时，你还在翠华轩一个人孤枕难眠呢。是，我乐得一个人在夜里细细思量，时刻提醒我自己，我来兰宫不是为了情爱，而是为了家仇。高烟是该恨我，因我活着的目的，便是要对付他最在乎的2个男人：离王高阳和相国顾清湖。聂无双，你办不到！上苍及所有爱我之人，皆会助我和大哥完成这大业。绝无可能！你是萧凤鸣和萧凤清心中的刺，他们兄弟不和，怎么对付得了我强大的皇兄？不论你身边有多少旁门左道之人，只要我在这宫中一日，我就不会让你伤害他们。聂无双，你晓得你永远输给我的是什么吗？哼，是离国公主高不可攀的身份。虽说是离兰联姻，但我的尊贵无人可及。我所拥有的财富以及权势，足以收买和改变任何人。譬如方才的瑞王妃杜若，就是最好的证明。你为何要收买杜若？是想让她帮你在宫中下毒吗？或许是这样，或许我只是想给你下一个毒，又或许我只是想了解他和瑞王是多么的如胶似漆，然后再相告于你。我只想见到瑞王有家，见到他快乐。情真意切呀，我都没你这般口不对心。小的参见德妃娘娘，聂昭仪。你不是瑞王府的人吗？哦，小的是瑞王府的德顺，瑞王妃命德顺把这玉镯给送回来，说是这礼物太贵重了，瑞王妃受之有愧。世上总有强权买不到的人或事，尤其是你越在意的。聂无双，你别再装了。虽我们自小相识，却休要装作了解我。我方才知晓，你根本就不懂我。若连你的对手都不了解，又如何去战胜他呢？如此说来，原本要调用的军饷，如今也没有着落了。皇上，大兰南北屯兵开支巨大，军费实在无法削减。这也是太后的意思。启禀皇上，这场暴雨并非是100年来最强的降水，可笑的是，汉朝修建的洪波堤完好无损。而本朝修建的正天堤却不堪一击，而这正天堤正是薛将军主持修建。据臣所知，其造价远甚于军费开支，为何会不堪一击呢？正天堤乃是为太后上寿而建。王丞相这话的意思，老夫和太后都贪赃枉法了不成？无论是谁，都要严惩不贷。如今堤坝已崩，
此刻在追究始作俑者已无济于事。朕现下最想知晓的是哪一位贤臣能给朕出良策，拯救受灾的百姓。皇兄，此事其实容易至极。无论从哪个部门调拨赈灾款，都还要将银钱预粮，未必来得及。数亿刚刚插秧的稻田都被水冲毁，如今灾民越来越多。当务之急，就是要让灾民得以温饱。瑞王所言极是，自古江都一带粮产丰裕，是除了都城以外最大的囤粮之地。而且江都那个地方离灾区位置最近，也可最快解灾区燃眉之急。不知道哪一位爱卿愿意陪朕走这一趟呢？回皇兄，江都一带可都是薛大将军的属下。皇上，臣对江都一带确实还算了解。太好了，薛将军一向对我大兰鞠躬尽瘁，此番就全由薛将军来安排。朕欲与瑞王前往江都主持赈灾。上！这不是江都刺史陈灵大人吗？他怎么也不拜见公子？他看起来似是有很要紧之事。今日早朝之时，皇上提到要开江都的粮仓赈灾。陈大人一向为大将军马首是瞻，看来此次行事真的是风高浪起。公子，是否要先回府上看看？先回新军军营，我要替父亲探一下妙明湖那边的情形。诺。各位大人呐，这可说怎么办呢？陈大人道怎么办？哎呦，将军，陈大人，你可算来了！各位大人要救救下官呐，实在是逼到绝路了。若一路查下来，那姬俊也是要跟着倒霉的呀。对呀，这可如何是好？皇上大发雷霆，恐怕要动真格的了。还特遣瑞王作为御史亲自监察，这瑞王可不是好打发的呀。是啊。哎，诸位勿乱阵脚，薛将军坐镇。自有应对。都说这宝剑一出鞘，若是不尝点血的滋味，他是绝不会罢休的。将军，这皇上和瑞王从来都不打无准备之仗。太后佐政多年，老夫我为这大兰立下过汗马功劳，又怎么会为了这点事儿，就把已经得到的好处拱手让出呢？皇上不过是添了个妙明湖，才撞了他的凶心。你先下去。将军，妙明湖就是赵王室接近了3媳妇，你谈了近1个时辰，可知商谈什么吗？你们几个怎么还在啊？没事了，你们退下吧。诺。将军，要是薛家军打探我们在军营中谈些什么，他们说只是站着，什么也没说。将军，我们怎么办？这岂非事实吗？
可薛明义生性多疑，他定会觉得这几个人说的是谎言。薛大公子在外面怎么样了？如皇上所料，薛弼以为我们在密谋大事，把他弃于局外。他此刻在外面暴跳如雷。那就再给他一个久久不能平静。师姐，给我讲一讲你的出身及成长吧。是由儿时说起吧。那当然，不然怎么够时间让薛大公子胡思乱想啊？坐。诺。父亲，此事我们是否需要入宫跟太后商议？宫中耳目众多，如今我们入宫，不就等同向皇上不打自招吗？以我对太后的了解，她现在一定已置身事外，就静看着为父如何面对僵局。事成是败，由我们决定薛家的命运。哼！倘若我薛明义连这点本事都没有，这么多年来，我又凭什么去分这杯羹？陈大人，下官在你辖区的粮库中，尚余多少存粮啊？这罢了，不必说了，你速速去办，把江都库中所有粮食都囤积堆放在几个粮仓之中。明白。哼，这皇上想要查什么，最后还不是得由老臣来安排吗？既然皇上定要翻翻本将军的口袋，那好，我就给他个意料之外。妙明湖那边如何？如皇兄所料，薛弼觉得我们正在密谋大计。那按察那边进行的如何？皆已安排妥当。此次江都之行，有如离弦之箭，再也无法回头了。薛明义那个老贼，定在连夜排演，想着如何给我们一个漂亮的场面。那好，朕就还他一个意料之外。三哥好似仍放心不下。薛明义倒下之后，朕要面对的便是太后。五弟，你可知三哥等这一日等了多久吗？三哥，往往成功的最后一步，是最举步维艰的。巡查江都粮仓，朕已是锋芒毕露。皇上，若有为难，臣弟愿背负这罪名。五弟，你愿留在宫中成亲，便是为助朕之大也。臣弟是担心太后对皇兄及一己不利。三哥，世事焉能两全，唯有取舍。这个三哥比谁都清楚。如今凤卿最后的心愿，便是助皇兄统一南北，替无双剿灭高阳，谁也无法阻止我。为何是最后心愿？昨日太后传昭仪去抄经，怎的去了一整夜？太后每做一件事，都定有她的用意。太后说，若然皇上离宫回来时，便看不到姐姐。这分明是威胁，想借昭仪叫皇上放手。不过姐姐哪会中计啊？小的伴着姐姐，一直站在城楼上，看着皇上和瑞王出发，直到看不到他们的身影。此行凶险，这猎人赴狐狸的宴会，也不晓得他们能否成功应对。姐姐，莫不如夏兰陪着你去东林寺祈福，避过这风头。我必须留在宫中，让太后有出手的机会。只要她有所行动，那么皇上就可对她师出有名。昭仪，小的想，皇上心里定是有数的。临走前，特意差林公公送来一样东西。
薛明义在后面是何动静？薛明义气定神闲，和瑞王有说有笑的。那前面就是老狐狸给武帝下套的地方。皇上，是远处那画舫吗？此时此刻，武帝定是令那老狐狸偷着乐。瑞王，此地景色不错吧？哎，这是什么声音？哎，那可是官家的画舫啊！这靡靡之音，真是绕梁3日啊！啊，那是穆春轩，听说船上都是些国色天香、能歌善舞的绝色佳人呐。如沐春风，未曾想这世上还有本王尚未去过的好地方。只可惜啊，本王新婚燕尔，又陪皇上御驾南下，公务在身，可惜呀。瑞王，在这世上有些事儿，若是错过了，那才叫真的可惜呢。愿是你有意的心，你让般若即若离。夜风中我在这里，殷切盼你眼神的降临。是否遥远的美丽，才是守护你最好的距离？总是永远迎接这月的背影，太阳的爱从未远离，日月总不能在一起，但愿请别叹息，温柔日光始终眷恋。却又遥不可及，是否遥远的美丽，才是守护你最好的距离？总是永远迎接这月的背影，太阳的爱从未远离，日月总不能在一起，但愿请别叹息，温柔日光